嘿，欢迎来到丰盛好运。我们现在来领取好运，然后今天的领取好运是这两张牌哦。这两张牌是告诉你说，你最近会参加一个蛮棒的婚礼吧，蛮棒的节庆也有可能哈。反正你会收到一个邀约，是参加一个很隆重的典礼、婚礼这些的哈。然后在其中呢，你会遇到很多老朋友。然后你甚至会在里面遇到为了能够帮助你的人哈，因为你会在这一个新的人际关系跟旧的人际关系的结合之中呢，遇到了对你人生未来很有帮助的人哦，或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新的工作机会，或是新的挑战的机会哦。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好运哦，你将领取的是一个你不可预期的好机会，会在当时会显化给你，那就这样咯，希望你喜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好运的话，记得按赞跟分享，按赞的影片很重要哦，谢谢你。来，我们来抽今天的牌哈。来，今天的三张牌是这三张。好，你可以用你的直觉来看颜色或是构图，或是这个猫咪的种类哈。如果你眼睛无法离开的话，那就表示你们的共振蛮强的，你可以就直接选它。那如果你要再看久一点的话，你可以按暂停。如果已经选好了的，那我们就开始吧。哎，1、2、3，别忘了开始吧。来，今天来选到1号的朋友好，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吗？你们是互相暗恋吗？今天这个题目蛮刺激的哈，来，我们来帮你翻看看两个人彼此感情的能量的联动吧。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哈，先来看这张。那我跟你说过的是，哦，其实还不错。如果目前看起来你们两个是互相暗恋的哈，而且他那边对你的感觉其实还蛮热烈的。哦，你心中所在期待的那一个发芽的时刻即将来临哈，因为铅笔吧哈，它有一个你的等待的时间，你等待已久的事情，终于要来到要收成、要收获的一个阶段了哈。你之前多用心等待，多用心期望，就会给你对等的一个收获啦。在现在这个能量的显示哈，那对方呢，其实也算是慢慢的观察你，慢慢的注意你很久了哈，只是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表达，但对方的心意。我个人认为，对方的心意在牌面上，其实比你想象的更丰沛一点。他对你的感觉比你想象中的更强烈一点哦。我再看一下。来看一下你们的感情的联动的哈。这个好了。我看一下哈。F5。一样，这边也有。其实目前看起来，其实两个人本来就应该要有很好的交流了哈，但是你们中间可能，我觉得你们中间掺杂了蛮多其他人的，就是说他可能也有喜欢他的人，你也有喜欢你的人哈，然后因为这一个错觉，让对方一直迟迟没有跟你表达，是因为他第一，他可能觉得你有很多人喜欢哈，他可能觉得别人比较好，你也有这种想法。但第二个想法是，你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哈，就是中间掺杂了很多朋友啊，或是很多关系在你们两个之间，掺杂了蛮多人啊，所以才会让你们很难注意到对方的心意哈。常常有一点点的连结，然后就会被其他的事情所打断，就那个感觉会被打断，没有那么直接。也就是说，你们可能一直都没有接收到非常明确的讯息，但是又有一种，两个人的眼神或是两个人的存在感，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一种熟悉感，然后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你们两个接近，也有这个部分哈。所以久而久之，我有看到，正能量来讲，你们彼此有渐渐的发现对方的存在有特别的意义啦。
也因为这样子，其实你们有点拖太久，拖得有点久，所以开始对两个人彼此的感觉产生了一些怀疑哈，然后产生了一些，我觉得有一些猜测太多了哈，然后心里给自己一些负担吧，就是你自我想法的一些累积啦，然后让你们觉得有一点点沉重哈，就是怎么会觉得没有那么顺，就开始已经往一些偏的地方想了，会想说可能也不适合在一起吧，或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早就在一起了哈。然后有一点点摸不着头绪哈，在你这边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摸不着头绪，就是对方可能还没有怎么没有很多的动作啊，或是没有很多的表达。可是同样的，对方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哦。你们两个其实目前看到牌面上有给类似的牌哦，两个差不多站在一个很类似的角度看彼此啦。所以我觉得你们要你啦，因为现在是你在看牌嘛，你可以更多机会哈，去找朋友帮忙哈。这边有去找朋友去帮忙，去帮你制造一些接近的机会。好，然后你会发现比较浓厚的感觉跟情绪在对方身上发现，你会比较有安全感。因为现在比较多的是遥望的，哦，遥望他的心思，哦，不知道你们的关系有多近，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彼此都是遥望着对方。但太阳牌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能量是被祝福的，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能量是被祝福的，只是它毕竟是太阳牌嘛，哈，它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照亮你们，哈，这也就是因为这一个牌出现，让我觉得你们关系是蛮都只是在遥望，很远的在看着对方的心意，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主动哈。然后心里有一些惧怕啊、害怕啊、失败或什么，反正你们自己心里有一些恐惧，一直不断的累积，两个人都有不断的累积，反而现在越来越不敢去表态哈，越来越不敢去告白，或是所以就变成只能保持这个距离，但这个距离感觉也不错哦，甚至连进暧昧的关系都还没有出现呢。哦，不过我觉得他这里有个契机啦，对方其实跟你是对等的情况的话，我建议再多接近他一些，找机会接近他，找朋友接近他一些哦，你们中间会产生蛮多不可预期的契机。要跨越哈，这边的牌是说尽可能的跨出那一步后，不然这个感情可能会就这样子慢慢被冲淡，就会淡到就停止了哈，这是其中一个建议。但是更多的是祝福啦，更多的是期待你们在一起哈，更多的是其实你们如果有人先主动的话，都会往更好的方向走哈，不然他这边的牌是叫你要更冲动一点，更主动一点哦，更多的暗示，把他对方的那个心意跟转化成一种行动力。这三张牌啊，我翻的时候，我是在想说，如果你主动接近或制造机会的话，情况会什么样？嗯、四张啦，有一张是说，这个牌哈，跟这个宝剑十哈，它虽然有一种就是置死地而后生的感觉，其实也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去试，事情就会僵在这里，就没有办法有任何机会，它就死在这里。然后这张牌有一种就是它要后生嘛，它要再往下一步嘛，所以它确实是要你勇敢一点，去主动看看哈。当这个主动的能量在我的心思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变成这些水能量的东西都出现，然后又出现这个是比较这个牌哈，先讲这个牌的出现是说，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哈，在你主动之后会成为一个比较有两个人交集之后那个丰沛感哦，那个收获感，那个好的能量哈，才会慢慢的出来，也不会慢慢的出来，它会很快就出来。应该是说两个人都有累积了很多对彼此的想象跟彼此的渴望，可是一直没有路可以表现出来。所以当有人开始主动的时候，你们两个内在想要给予对方的一些物质的一些
很具体的表现的东西就会出来了，然后会来得很快，会来得很多，然后到了这个圣杯九的时候，它会变得很外显哈，然后你旁边的朋友或什么各方面都会蛮看好你们的，然后蛮会觉得说，哎，原来你们本来就应该要在一起的，然后会有一种赞美啦，也有一种赞美。然后你们两个也会开始觉得说，原来我们花了太多时间，浪费了太多时间。其实这里有一个感觉是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其实你们两个会有点会两个很晒恩爱，会很高调，会很高调，会蛮高调。当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蛮高调，可是这很符合你们两个人的个性啦。你们两个就是不会躲起来偷偷恋爱哈，你们会拍很多照片啊，或者什么哈，这是后面哈，这边有看到后面。其实这代表的说，你们两个的情感各方面其实算契合的，其实算契合的，只是两个人都踌躇在这边没有办法主动哈，可以试看看勇敢一点哈，去做一些多一点的表达哈，对方的那个，我觉得对方会给予蛮好的回应啦。看一下，对啊，有一点，对，要相信自己一下啊，就是这感情需要一些力量推动。哦，他确实是有在说，如果都没有任何人主动，他就没了这样子。他有一些推动这个力量往前走的牌有出现，希望你能够多往前多做一些事情哈。但也不是说都是你在做啦，就是他会有一些反动，你做了他会有反动。就是总要有人要先开启那个开关，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要开关，然后后面有很多事情的发展都比你预期中的好很多，然后你可以尝试看看一点一点的，也不要太多哈，这边看起来的也没有太多啦，就是要有点细水长流的一种概念，就是慢慢来，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靠近哈，他没有要你马上去，虽然我看到的是两个人内在都有一个热情，一种渴望，有对彼此有一种渴望在内在有燃烧起来。可是它那个火焰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哈，它不够烫，它就是温温的哈，用来就是可能是用来照明的火焰的一种能量哈，它不是用来煮东西啊、烧东西、毁灭东西的那个能量，它是比较温的一种火的能量在你们两个的内在，所以它并不够力去驱使两个人有太多太直接的主动，所以才会两个人的关系僵持在这里，然后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经得到信息，我希望或是我相信你可以开始有一些意念在你内在出现了，你会比较想要再多做一些事情，想要再多什么，那你就去做。好，因为好像时机点也差不多了哈，或是再不做就时机点好的事情就会过了。因为后面可能会有一些状态是两个人会有一些别的事情，会生活圈子会开始比较远一点点。那个时候在做，那个时候感情的连接可能就没有现在强哈。所以近期可能慢慢的表达，或慢慢的接近他的生活，或是慢慢跟他有更多的接触会比较好。那我再看一下后面。来，我看一下，那个近期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更靠近他哈？确实，他确实，你没有办法顺着靠近他，你必须要多用非常多的小聪明哦，需要更主动性真的要很高哈，主动性真的要高很高哦，不然他这个真的是有点刻意啦，你需要刻意的去接近他哈，事情才会慢慢的发展起来哈，不然他真的没有。对啊，这里几张牌都是一种，这几张牌出现都是一种驱动性的哈，你必须要觉得你一些小聪明啊，要有一种比较有，就真的是比较暴力的往前走哈，然后风向什么的，他就是叫你说，要起风了，
可是这个风是要从你这里的你的心意哈，或者是你开始行动了，风才会起来哈。你没办法等着这个风来了，你再顺着这个风过去，没有。它这里就是要你做更多的事情靠近它哈，它就会有回应了，而不是其实这不是说都是你要做事情啦，而是你要开始做了，它的回应才会起来哈。它这里的更多的那个暗示又来了，然后后面也有再出现了，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开始做了之后，就会开始有蛮多的回应会起来了哈，会比你想象中的多，然后你不要害怕。现在有一个也是有在说，你是很想去，但是你心里其实很害怕，你是很想装着自己好像没事没事，我去做就好，可心里非常多的害怕。但是别担心哦，因为战车牌出现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这个情况是往成功的方向走。必要的一些心情，当你有这个心情出来了，那就表示你正在走在对的路上哈。所以害怕是可以有的，但是希望你有更多的勇敢哈。没有害怕，没有勇敢嘛。所以当你害怕，但是你有目标往前走的时候，那就是提升你的勇敢哦，就可以慢慢的解决，慢慢的面对啊。所以真的不要太多担心哈，往下做就对了。现在目前看到这个，我再看看下面的，有在说，当你开始往下做之后，就能够把这一件事情显化到比较好的位置了。所以，对啊，都又出现了，是不是？一样，再翻3张也是再强调主动性要再更高一点哈。其实今天翻这个牌，翻到现在来说，反正其实他讲东西都一直在重复讲一些很简单的耶。他意思是说，我中间先简洁一次哈，强调一下，就是因为你来看牌了，所以你知道主动性的重要了，所以拜托你多做一些事情，或主动去突破一下这个关系的僵局。因为现在只要两个人都没有任何行动的话，他就会僵在这边，然后最后会淡掉，然后就流掉了，这情感就没了。只是翻到现在翻了这么多牌，十几张牌哦，非常多的牌的意思都是叫你往前去做，不是说叫你略过这个人往你的新的世界，没有，因为这里的牌都没有任何一个新世界的讯息都没有，都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在你的脚下装了非常多的轮子，连风啊什么的都开始刮起风了，叫你往前去了。这里有很多这个讯号哈，所以我才一直告诉你说，你已经看到牌了，所以你的主动性要先出来，你要先出来哈。然后你的主动背后呢，其实背后有蛮多的祝福的大牌哈，都在告诉你说，有好的收获在后面，有被祝福的成果在后面，只要你开始做都有，所以请你不要害怕，就是这样。就其实这次牌的解释就只有这些而已。一样的 response， 他说不用担心啦哈，你们中间是有好的能量在连接的，这样你不用担心啦。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未来的时候会开始从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点慢慢的往上去哈，两个人会开始就是不会被拒绝啦，不会被拒绝的一个情感哦，不会被拒绝的一个情感，会从一个非常扎实、非常实在的关系开始慢慢往上，慢慢往上成长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牌面其实已经看到了你们的未来哦，只是一些物理的行动还是必须靠你啦。精神面的提醒已经出来了，只是那些物理的行动你必须要靠你自己去实践哈。你看，你有一些祝福的牌、祝福的牌、祝福的牌都有出现哈，就差一些。好，我再帮你看一下好，他那边的想法，看更多一些他那边的想法。这里翻。他对于感情是属于一种比较实际的哈，他的浪漫度其实没有很高，但是他对于未来的渴望是蛮多的哈。然后，也是一些比较未来性的欢乐了。他心里哈，其实他心里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他心里也是一个很丰盛的人哈。他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做多少得多少。
该做多少就会得多少。然后他对你的感情，他确实还是对你有一些小小的恐惧跟惧怕，所以才会拉开距离。但是他相信，他心里有一层面，我觉得他可能没想到，他没有发现他自己心里其实知道，跟你在一起之后，一切都会比较都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害怕哈。但是他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他这张牌，我觉得他躲在很里面哈。他给我感觉是他这个牌的这一个欢乐，这一个快乐是躲在比较，他不强，他在这里反正他们不强，他不是一个领导的讯息，他比较像是一种隐晦的被渴望存在的一个讯号，他不是，反而是这个比较多。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他觉得做多少就会获得多少。我觉得他的性格比较这样子。再看一下，他这个人呢，他对自己的人生跟未来有蛮多的计划的，而且都是不随便的，他不是一个随意的天马行空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他觉得做多少会得多少，所以他对他的人生来说，他每一步每一步都是很扎实的慢慢往前走。这也难怪他没办法那么快跟你告白，因为他有很多东西他是不确定的，他没有办法在不确定性之中来做出一些决定啦。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给他的回应或主动一点，让他确定更多你们的关系，或者确定更多你这个人的样子之后，我觉得他的主动性跟他的表达会越来越多哈。因为这牌出现了，他会越来越多，因为他越来越比较能够掌握你们关系的发展，或是他更肯定自己，应该是说他更肯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他也不会做一些他没把握的事情了。所以他现在如果感受到了你的讯号那边更多之后，他就能够评估自己能做到什么。也因为他评估下去之后，就是他能做的东西就会变多了啦，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做多少了。你看太阳牌就出现了，这牌就出现，很多牌都是重复出现哦。我还是觉得他跟其实你现在的心意，你现在内在想的东西，他跟你的想法蛮类似的，真的都蛮类似的。你们对于情感的价值观，或是对于情感的幻想，我觉得都还蛮类似的。到9这个，就真的只差你们两个没有一个很亲密的接触产生。终于知道这个感官的这里才开始有在讲说，其实你们被外在吸引蛮久了啦，蛮在意对方的。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土的能量都很多，虽然有火的能量都出现，可是因为土的能量也有很多的关系，所以让我觉得你们的火的能量都很快就熄灭。但是土的能量非常多的关系的话，你们两个才会因为土能量很多，所以两个人才会对于每一件想要做的决定都必须要有非常多的把握之后才会往下做。你们两个都有这种习惯或是这种人格啦。也因为这个雷同这个相似，才让你们两个只会处于一种只是暗恋的状态，然后没有太多行动，然后互相猜测蛮多的。可是彼此对彼此的吸引力其实都还蛮大的，你们也感觉得到，至少你感觉得到，你被他吸引住很多。但我相信你的感觉是多少，他那边感觉就差不多是那样子所以呢，翻到现在这样子看起来，60知道20几张牌的时候，请记得你要再更努力的去制造更多的接近他的机会靠朋友，虽然这里都没有出现朋友牌没有朋友相助的牌，反而更多的朋友是在阻挠你们中间的很多人在阻挠你们能够更接近。其实其实都是这个状态，他没有任何一个，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请你去跟朋友叫你朋友帮忙，所以他比较像是在告诉你说，你只能靠自己单打独斗的去接近他。但我还是要跟你建议是，找朋友帮忙制造能够跟他一起相处的机会，这才是最快的最快。但你不要跟朋友说我喜欢他，所以帮我制造机会，不是这个啦。就是说，你可能跟你朋友约或什么的，或是你听到
他们要约什么，反正你要找机会把他约出来，然后跟他有更多的接近，或是你知道他那边有什么活动，你可以去，你就想办法去。很多时候都只有这些方法，所以每次有提到我就会有想到就会提出来。好，你们现在就差一些机会而已啦。选到1号的朋友，我祝福你能成功哦。所以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牌面上的象征的诠释。如果有帮到你，我真的很开心哈。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就这样，谢谢你来听。开始是选到2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们两个是互相暗恋吗？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是怎么想我的？大概是这个方向。来，现在看看2张牌，看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情况。是你们两个，我觉得两个有在走在同一个方向。这个同一个方向不是说同一个北方、同一个南，不是啊，应该是说你们两个都有在往彼此这里走来。我有看到这个能量联动起来哈。当然，你这边的能量是比较强烈啦，你对他的意念比较强。只是我说的比较强，不是跟他比，只是因为我这边还没看到他那边的心意很多。我现在就先看到你这里的话，在牌面上看起来，这边的你的渴望跟欲望还蛮强的。但是我必须说，他这里的牌面的能量比你那边大很多。如果我在翻说互相恋爱，我觉得他对你有心，也有这个成分呢。而且其实我从牌面上看到他的那个能量更强他的那个爱的能量、渴望的能量，我不要看更多。来，我要问的是说，他是对你的一种喜欢的能量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哇，都给这么好的牌哦。好吧，他是对你非常有感觉的，比如说这已经有点超越暗恋，他对你是非常有感觉的。如果你跟他的接触或各方面的话，他对你有很多的表示什么的，我觉得他内在对你的心意都比他的表达在更多。因为这张牌它其实是有把很多的情愫藏在下面的牌。然后我再翻这2张牌之后来探测他的心意跟他的能量的话，他的能量都是非常高涨的、非常大的。然后有受宇宙祝福的一个能量，也就是说，他的心意是美丽的，是正常的，对你来说是好的，所以我才觉得这边他的能量可能会他的能量目前看起来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不只是暗恋你了，他已经很想对你做一些事情了，很想对你做一些表达了。我觉得我大概知道。我觉得你这里比较，我觉得你的表达跟你的表现反而让他误解了你可能不喜欢他，或是没那么喜欢他，所以好的，他有在找机会反而他更想主动。然后你这边的某些的害羞啊、胆怯啊，你可能不太能够把握住你的表达不太能够控制你的表达，或是你不知道什么样子的表达才能够很明确的让他知道你是很喜欢他的。我觉得你这边有一些表达的错误，然后是给他的讯号，他收到的讯号是有被曲解的。但这个讯号出去，可能这个曲解的问题可能也不在你，可能也就在于你们两个对于爱情的语言的理解跟翻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现在看到的情况，他那边的能量对你的喜欢其实是蛮高的，你可以有信心一点他其实这个部分都还是蛮好的。等一下这张牌出来。我反而觉得你在他眼里他反而更没有把握他更没有把握你的心意我觉得你要再回应更明确一点。他没有很搞懂你的心意我这边看到真的是这样子，他没有很搞懂你的心意，他反而觉得第一他有几个错觉。第一，他觉得你很忙碌可能没时间谈恋爱。
第二，他觉得你有很多追求者，喜欢你的人应该很多。他现在的讯号大概是这样子哈。第三，他可能觉得他跟很多人竞争你，他觉得有点累。所以他，或是他觉得他在等比较好的机会才会跟你说哈。有些人看，不知道在等什么呢。觉得他酒啊，酒的，等一下我看一下。酒，因为这个酒钱币在这里，我突然有一个小讯号，必须看笔记找一下。酒的话，酒到这里出来，因为我在觉得这个的内在丰沛到底是属于他的，还是属于你的，还是他对你的误解哦？看起来好像是他对你的误解啦。哦，第一，他的误解有什么？第一，他觉得你是个很有魅力的，你一定很多人喜欢。第二，他觉得你有点高高在上，这是他的幻想，不是你表达出来的。他幻想你很高高在上，然后他觉得你更难接近，更难亲近。但是这没有办，这也没办法消灭他内在对你的一个能量的怎么讲燃烧啦。他就是在等一个机会耶，很奇怪。我觉得这里没有那个等机会的，可是因为这两边的牌这样子相对应，我就觉得他在等什么机会，到底在等什么？等一个完美的机会吗？他是一个精神洁癖的人吗？他是有一个对浪漫有高度要求的人吗？我觉得他在等一个很奇怪的契机。来看一下他到底在等什么呢？这个让我非常好奇耶。我翻一下，再另外拿别的牌来翻。我通常会翻这副牌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想探测有一些内在不可告人的小黑暗的时候，我就用这方法来翻。故事，我确定他就是一个，他有点自满，他有一点，他有点很自信爆棚，所以他不太能容许自己，如果初级了跟你表达的时候，会得到一个失败的结果。而且他心里觉得，他只要出击了，就一定会成功。所以他在等一个机会，是他在等一个完美的机会要跟你说。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傻其实有些时候，就是直接表达了之后，你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嘛。你想的太多，你设计的太多，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为什么？因为变化在你身上啊，他永远无法预期你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他失策了这一点。可是这也是因为可是这也是你们两个现在正处于一种持续以为猜测对方暗恋自己的一个状态，是没错。不过我告诉你我通常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你表面上传达出去讯息，别人会误解的时候，我通常会有点小提醒，说你可以修正一下。但今天的牌，我却强烈的觉得你不要修正，你要保持你现在这个样子，因为这台我有感受到你现在任何你的表现或各方面，都是你最好的那一面。如果他一直在猜测，一直在想一个最好的事情，我觉得他没有很理解你的好。我反而觉得，如果你们两个告白了或是表达了之后，他会有点惊讶你跟他想的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有一点点让我觉得他有一点误会了你的好，或是他有点错失了你的好，然后最后你还要做更多的解释去表达你的好，我觉得很麻烦。我反而觉得你现在就保持这样，让他慢慢的观察，让他慢慢的收集你的好，慢慢的知道你的好之后，他会忍不住跟你告白。他会忍不住，我觉得这个时候才是最健康、最好的状态。我比较喜欢这样，我比较支持这样的状态。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的状态非常好，你可以继续保持下去。我甚至觉得，也许你的重心是在这一个人，但是你也在持续吸引你不知道的人也有这个讯号出来好，对于他的能量，对于他的能量，我们再看更多
它的能量的部分的话，先看2张好了。是啊，他的确是一个很自满的人呢，而且有很多人需要靠他做事情哈，这也让他内在建立了一个自信爆棚的状态啦。但也因为他做事情的达成率跟有效率都非常的高哈，所以让很多人依赖他。也因为这样子，他也不自觉的有点自信爆棚了。所以当他开始对你有一些好感的时候，也不是说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没有不好，只是我觉得他想的太完美了，把事情想的他太想要完美哈，他太想要完美，这其实是一个人性上面的一个小小的 bug 啦。我们今天会来看牌，就是因为我们对未知有所信任嘛，然后可是人又太相信预示性，预示性我之前解释过了，就是你看到门的手把，你就知道要伸手去转开它开门嘛，这是不用学的，就是你那个预示性，你预先看到了要怎么使用它这个。然后我觉得人又太多这个概念，所以对他来讲，他做事情很多都很顺利、很成功，他就会觉得我想的未来的可能性，我想的会发生的事，我的推测应该就是这样。所以在你的外在或各方面给他的讯号，他会慢慢的推测出好的情况或好的你或什么，他才去找一个最好的方法跟你表达。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太多 bug 了，因为他永远猜测不到你的真实反应。好，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他永远都看不到你被人告白的反应啊，因为这机会不会每天出现啊，有没有？所以他永远都猜测不到他跟你表达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而且其实你也不知道，因为那一个感情的冲击出现的时候，只有当下才会出现你的反应，你也没办法预期，你也没办法什么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以为有很多的选项会填充我们的反应，或是会置入我们的反应的选项，但是没有的。那当一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有一个我永远都不知道的样子哦。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去做了，去每一步去收集那个经验、那个反应、那个情况、那个自己的故事，你跟他的故事，去收集每一个故事的分支线，你才会知道整个人生的样子。你去在那边推测预测，这是完全不会往前啦。我觉得不会往前，事情不会往前。有出现这，到底要出现几次这个牌啊？好了，我还是觉得这个牌是属于你的啦，哈。而且是更好的情况。整副牌看起来，我觉得一直在提醒我你的内在魅力，你是一个很棒的人，你是一个内外在都非常奔放、丰沛，给人带来好感的人。我必须老实说，今天你来看牌，我更多得到的讯息是你正吸引的人不是只有他，你正在吸引别的喜欢你的人，但你没有发现。今天放到第二，我有看到这个，然后我也有感觉到你有吸引到某些人，然后某些人对你的喜欢度正在慢慢的发芽，而不是你现在来想的这个人哦，也有。所以我才会这么坚持，你要保持你现在的样子非常重要。哦，我才有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这边就有一个，你会因为别的机会认识别的人的牌就出现了。哎呦，哎呀，你开始要，我觉得你即使今天看了这个题目，但是我却翻到一些，你要开始有些别的感情困扰的耶，你会有追求者，你会有追求者，但是你会持续保持一个保守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有一点无法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人或别的人身上，你无法了，你无法，你还是会想要这个人，你现在专注力在这个，但是我必须提醒你，
有别的追求者和别的喜欢你的人已经在悄悄的浮现在你的生活里了。好，我来看一下整个你这边的情况哦。哎呦喂，嗯嗯，你现在是不是事情做很多都蛮成功的啊然后非常绽放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外在魅力，而且你现在好像又比以前更注重打扮，也更漂亮了很多诶。有一些受人爱戴的牌都跑出来了哈。但你个人的心思是属于一种比较保守、比较传统哈，比较不想要一次把生活搞得这么复杂，没错啦，你是啦，而且你也有感受到你是受欢迎的哦，反而而且你还有感觉到一点困扰，怎么会这样子？有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概念哦，不是说情况概念哦。不过我觉得还好，我是支持你的，我是支持你现在的各种优势的绽放，我觉得很好，因为很多不过这里有一个讯号在告诉我说，你可以去试着更认识更多人，你可以试着去接触其他喜欢你的人，你会得到一片新的天地哈。你会得到更好的，因为它这里有一个方向感是告诉我说，你可以持续往前，然后你可以回头看看这个人的这一个你刚想的那个是不是暗恋你的人的表现，你可以回头看，但你还可以持续往前。你可以持续去开发你的感情生活，但你还是可以回头看看他的反应。可以，这个是不冲突的，可以同时进行的啊，因为你没有在跟任何人确定关系，有什么问题呢？对不对？反倒是一直翻出来，一直翻出来，就是觉得你这个人的幸福哈，不一定是在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别的人能给你。好，我现在就是有看到这个讯号，像这种牌哦，通常都一起，这几个牌通常都一起出来的时候，就是我就是觉得他把你的人跟品格各方面，我觉得他把你在我的想法里把你推高到更好的层次，要让我去知道你是比我目前看到在更好的人哈。这种小牌虽然已经把你的位置塑造的蛮好的，你是一个蛮棒的人，内在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人。可是当我再更深的去问你的时候，突然就是这些宫廷牌跑出来的时候，再把你往上提升到一个境界，然后到你的精神面呢，你的未来这到线的时候，就给我愚人牌哈，而且是前传牌，就告诉你，你必须再往前走了。哦，你现在还在往前走的前面那一步，所以你必须再往前走了，而且你有非常好的能量，未来有非常好的情况将要发生哈。你只需要往前走，但是你的内在却是用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非常传统的、非常安全的思维。但这样子安全的思维会让你没办法更好啦，没办法更有效率的更好。嗯，哎，我再看一下他啦，再看一下他，因为这样整个牌突然让我觉得他那边的能量落下来了，或是变得在你的人生里变得没那么重要。但是我还是以今天的题目的责任跟取向，还是再多帮你多看一下他，因为你会更在意他。哎，对方的部分的话。对方是对方哦，他需要他自己主动了哦。我觉得你要把这个关系的突破的责任，可能要让他自己去突破哦。因为我觉得你这边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表现的很好了，而且他也到了快要跟你表达的时机点了，你可以等待一下。如果你真的那么在意他的话，你可以等待一下。但是我反而觉得他不在，他可能没有你预期中的好哦。
这样讲是不好，但是我有感觉到你的能量没有完全移动，我觉得你的能量的绽放只分给他一些而已，只分给他一些而已耶。我也不要太多我个人的偏激混入，我再翻更多一点。的确是你必须，哎呦，发的是。他这边告诉我说，你仔细冷静，你仔细的思维一下哈，你其实知道自己该走哪个路，你其实知道你自己可以再往更远的地方走去，你其实知道你有很多的选择，但你为什么坚持留在这里？哈，可能是因为你的个人内在还没有突破，你还在把一些传统的基本的安全的想法放在心里，就是说，你还没有一个很开放的心态去接触更多的人。你觉得你心里就只能放一个你喜欢的人，可是我必须跟你说哦，那只是你内在心里放一个你喜欢的人，然后你你还在用这种保守的态度的时候，你只能放一个你喜欢的人，这跟专情没有关系，这是你的自我，我觉得这是你的自我安全感的一个机制，它跟你专不专情没有关系。你没有再用更开放的心态去接收更多的情感进来，因为现在都只是你一定要用传统的观念来说的话，我必须说，它也只是现在也只是一种心情上的喜欢它还没有到任何行动上的恋爱，或是你欺骗别人都没有到那个程度，是心中喜欢的。你可以放比更多的人呢、而且你也可以去试着接受其他的人的好意，你才会有所比较，才能够更加。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才会慢慢的更认识你自己真的喜欢什么。像现在，如果你喜欢这一个人，你暗恋他，可是其实他有很多东西你还是完全不明白。就像我刚刚跟你讲，他内在有那些你猜不到啦，那些很丰沛的能量，你猜不到。我真的觉得你应该要把他那个主动突破你们关系的这个关键点推给他，让他去主动吧。你被动一点，我觉得你够好了，你可以好到我觉得你有资格被动。反而是你自己真的要突破你自己内在有一些传统的想法，你要突破一下传统的感情概念有哦，这些东西在让你。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你的本质上是有能力去开发更好的人生，开发更丰沛的人生，但你被一些传统跟旧有的感情模式给框住了，或是你看的感情故事、看的爱情故事太少类别了，所以你觉得爱情应该是这样？没有，其实你的能耐、你的内在、你的魅力能够拥有更多种爱情模式，所以你必须要在更开放、更前卫的心态去接受各种人对你的爱的表达，你就会更认识自己，你才会更明白自己爱的样子，你才会知道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你现在甚至连自己爱人的语言都不太确定了哈。来，趁这个地方来讲一下什么是爱的语言哈。爱的语言就是有些人不讲嘴巴不讲爱，他只会用很多的行动跟表达对你的好，让你感受到他的爱，这就是一种爱的语言。另外一种爱的语言是，有些人要先把嘴巴讲出来之后，他才相信自己你能有所行动，所以他会在对别人要表达爱意前，他会先用嘴巴讲出来，让看别人的反应之后，他才会有所动作。这是这一种爱的语言。那另外一种爱的语言是，他觉得我们心心相印，一个眼神，你就会明白我，所以他会给你非常多的眼神的概念，让你知道说我会在你身边，或是这个人从来不说，从来不做，他就一直永远都待在你身边。你只要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你让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但他不会主动，他也不会主动说。但是这就是他的爱的语言。至少现在就是这三种爱的语言，可是其实还有各种千变万化的。好，爱的语言非常多。可是我现在发现你比较懂被爱，但你的爱的语言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你是什么。你有开始做，但你不确定，你现在其实没有认真的去明白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好，所以我觉得你还有更大的机会去接触更多的爱，然后你会知道哦，原来你的爱的语言是这样，然后你也会慢慢发现你现在暗恋的这一个人的爱的语言是什么，而且甚至你也有机会找到你要怎么去跟他拥有共同的爱的语言，然后突破这个关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在更前端，应该是你要在更享受被爱的感觉。
你不要一直专注的是暗恋的这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你的能量跟各方面的绽放能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但是牌面非常有这强烈的能量，你是不是还没挖掘出来你自己的魅力或各方面？你已经在外露了你的优点，各方面已经开始在慢慢让旁边的人有人在心中产生发芽一些对你的喜欢跟你的暗恋了呢。好，不会只有这一个人哈。好，宣牛跟明宝刚讲这个好，好再放，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我再帮你翻2张牌看一下。就1到2。也没有啦，他就是觉得你可以重新思考了哈。其实你内在有非常多的创意，你知道，你其实拥有非常多的变化性，你可以很会掌握你的爱的表达了哈。你只是缺少了一些突破性、一些新意哦，还是用一些旧的爱情的想法去看待感情啦哈。你只要再慢慢再突破一点，再更开放一点，你会拥有更多更快乐的情感生活哦。大概是这个情况。好，这就是选择2号的朋友哈。2号的我用了一些比较难的词，需要想一下这个造句的文法是怎么在诠释这个讯号的。但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懂啦，我现在都大家听得懂，只是要融会贯通或是找到重点，可能要消化一下。哦，你要消化一下，好，让那个我的声音在你的脑海里回荡一下子，你才会慢慢消化。不要这么去把它想通，不用，也让它在你脑袋有些我的声音，它会循环反射，然后它会在你某天起床的时候，它就会消化了哈。不用特别去理解它，不用特别去理解它，可以多听几次，让它自然消化也可以啦。就这样哦，这就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希望我的诠释有帮助到你。如果你喜欢的，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谢谢。再来是选择3号的朋友，好，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吗？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知道我喜欢他吗？这类型的方向哦。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两边的能量的走向。好，来我看这张，这个好了，5啊，4，我觉得你们两个处在一个处在一个很烦恼的状态里耶。哦，我必须老实说，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在暗恋你呢，因为他甚至处在一个没有特别想要谈恋爱的状态里耶。他对感情的感受是比较淡的，哦，反而是你这边，因为他传达出来的讯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时候没有哦。然后你有点搞不清楚他到底喜不喜欢你，你处在一个到底有没有的一个很大的困扰里。可是我必须说，他根本就没有特别在传达这个讯息出来耶，他就乱表达，怎么办？我想的，我就讲的太严厉了。我觉得他在乱表达，他没有很确定他在表达什么。哎，我帮你看清楚一点，不要乱讲哈。哎呦，我觉得他在首先，我觉得他活在自己的世界。我这讯息量很快，我讲快，我会讲很快哦。首先，我觉得他活在自己的世界以后，然后他的眼睛看得比较遥远的地方，他有点好高骛远，他在想一些他很想做的事情，可是他现在有点做不到，所以他现在很努力的想要做自己的事情，因为他自己有一些困扰，是他自己做事情的方法都太保守了，他没办法突破，他现在花很多心思在突破他自己内在有一些事，有一些梦想，他有一些比较虚无缥缈的想法啦，可他现在还找不到方法去做。虽然他以为他自己已经看准了那个未来的方向，比如说他要怎么赚钱，他要去考上什么学校，他什么，他看准了那个目标，可是他那个目标好像都是从别人的梦想里面来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能够做到，所以他很想去做。可是以我现在看到这2张牌的感觉是，第一，他的思维没有突破哦，他没有办法去，他不太知道自己其实没有那个能力去做到，现阶段他没办法。第二是，他一直在挖掘自己内在的问题，他觉得为什么做不到？他其实很努力，他为什么做不到？其实他。可是其实他是本质的思维还在用一种很传统、很旧的想法去做了，他没有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他没办法去突破哈。他在跟其他人比起来，他算是比较，
没办法弄那么开放的心态去想事情，所以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他目前没有太多的感觉要放在感情上面，他也没有特别喜欢谁，他也没有特别注意力喜欢，因为他现在困在自己想要在他的人生或事业上成功的这一个概念里他花更多的烦恼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对旁边的人才会给出很多很混乱的讯息，所以你接收到的讯息各方面的其实都是很混乱的，而且都是不明确的我必须提醒你，你可能有接收到他可能喜欢你，那些都不是很明确的讯息，那些都只是随便出来，然后你那边接收到的时候，你用一种爱的方式去诠释，可是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我再帮你翻一下，看一下这一段说。Three，你简单来说啦，你要去多问一下你旁边的人去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自己没办法想清楚你要去问一下然后你对他心里的某些热情什么的，我觉得你有那一股热情，你有那一股欲望，对他什么感觉，各方面的。可是我觉得没有连起来，也没有连起来。你心里的那一个火焰虽然很澎湃，可是他那边没有，他那边很暗淡，他那边没有什么那些的。他就算那边有一些火的，可是他那些的眼睛各方面的方向感都不是看你这边，他有点像是你只看到他的侧面肩膀45度、65度，或是几乎快背面了。你看着他大概是看得快背面，可是他看着更遥远的地方，就像这张图这张图看得很明显。权杖3不管是任何一张图都是这个。那我们看他的时候是这样，比如说他看着远方，可是他看他自己是这样，他看着远方，看着他遥远的梦想什么，他已经知道他开始有行动了。因为权杖2的时候，他是拿着一颗地球，他已经知道，他知道是人生的分水岭在，他已经确定他往哪里走。可是到了权杖3的时候，表示他已经要去了，所以他开始挑战一些新的力量什么的，因为他已经到单数了嘛，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思维，可是必须要接受新的挑战、新的变数了，所以到3就表示他要往前走了，他要对未知去探索，表示他是背对着你往反方向走去的，你知道吗？即使你这边的火能量其实是这样，可是你是在他的背后，他其实没有看到你耶。那我再看多一点。我必须要看翻的是，因为你这边有一些好的能量啦，或什么的。我觉得你要去问一下你的朋友，你朋友很快就会用客观的方式就告诉你然后我再看清楚两个的关系是不是有什么更多的契机点。钱还是一样这边看到的一些水能量各方面都是一种你对他的幻想或什么的，可是在他那边的能量都是他处于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有很多对自己的成就的幻想，他有很多他对自己未来的展望，他有很多他对于自己努力的路上的一些想象他也准备好在他人生上要做很多事情，可是我总觉得他有点使不上力他现阶段他的状态会处在一种不上不下，没有办法完整。他需要有人帮忙去让他突破一些心智上的、精神面的、心灵上的想法啦，就是我刚说的，要更开阔，要更精神面更突破。可是这些跟你的喜欢、跟你的那些都没有关系，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他的感受上里面很少有感受到你，他甚至没有恋爱的感觉。我必须说，现在很多恋爱的水能量的东西都是属于一种悲伤的、比较传不出去的感受，都是来自你这里我必须说，可能你要先放着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太远了，太遥远了。他现在，也许他很好，他很吸引你，他现在的注意力很难在你身上。你现在一直这样下去，可能就真的是完全处于一种单恋的状态他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大的契机要回头看到你。来，我来看一下他怎么看待你啦。我帮你看一下他怎么看待你，这样比较快。这3个过。
他觉得你跟哦，你们不像走在同一个方向的人呢。嗯、他觉得你不需要，他觉得你自己就很好了。哦，他觉得你自己就很好了，然后你们走在不同的方向，我觉得你们走在不同的方向里。哦，为什么？我是直接从图面感受到，因为翻起来就是这样。他走这里，你在哪里？你自己一个人，你自己一个人，他要去别的地方。先不看牌面，它原本是属于哪一个内容的、先不管了，就看牌面，先这样子看的直觉就是这样子。就是在不同的方向里，他要去的地方跟你要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你要的是一个很安稳、很丰沛，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培养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或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两个人要在一起，有一个非常丰沛的内在，两个人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多的物质享受。可是他没有，他宁愿破破烂烂的去往一个他想要的梦想去，就算很穷或什么，他也想要去，他想要享受那种荣耀，他想要那种胜利，即使中间会失去很多，他都还要往那里走。就是两个人走在不同的路上，很明确。他需要很明确，我再看一下啊。哦，他他非常有动力，跟非常有把握，他能够做到他现在要的事情，那这跟感情没有关系。而且他现在的执行力也很高。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走的不同的方向之外，你们两个距离拉开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而且主要是他拉开你啦，拉开跟你的距离。第三副牌的人必须说，可能你要缓一缓哦。你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喜欢这个人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等，你要等蛮久的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他要花蛮多时间，至少今年很多事情他必须要，这个人需要遇到非常多的挫折感跟什么，他才会有所改变，才会开始注意到自己心里有一些水能量或是一些情感的部分，他都忽略了。他现在太硬了，他各方面都太硬了。哦，我甚至觉得他现在不适合你啦，即使他的状态跟你的想法有点差太远了。台面上是这么说啦，你自己去衡量，我觉得有暗示你哦，你不接受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会有困难重重。啊，我一直每次翻反这一张，一样啊，这里也都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只能说，他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自私的状态，因为他已经要牺牲他已经要付出非常多，去为了他现在想做的事情了啦。他已经有点他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嘛，他很多的收获、努力的获得，他觉得光是补充给他自己就已经够累了，因为他其实他已经牺牲蛮多的，他也不是个什么坏的人或是什么，只是他现在的注意力跟各方面都很难在其他人身上，不是说他不放在你身上，而是他没办法放在其他人身上。他现在太想要自己想要做的那一件事情了。来看，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牌面一直在跟我诠释这个人的困境跟这个人需要什么，是不是在暗示我说你可能要恢复到朋友的关系去帮助他？因为牌面一直在告诉我这个人需要什么帮忙，这个人需要什么困难。可是我们看牌都不，我没有在，我们一开始意念不是在看这个，我们只是想要知道他对你的心意而已。可是牌面一直在告诉我他的困境，他需要什么帮忙，他现在的人生有遇到什么难题，他现在很辛苦什么，一直在告诉我说他很辛苦。难道是要我们？他是要暗示你说，你可能要先放下对他的爱恋，你可能要先变成一个普通朋友的方式去支持他，去帮助他，看他有什么方法需要那种，要回复到一个比较简单的关系去关系上来相处就好了。目前来说，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直接问哈。不行，我要翻了。好，直接问这些牌啦，问他们说，这个人是不是需要你用就比较单纯的方式去协助他，去帮助他，还是这个人现在真的需要有人帮忙，不要让他一个人困在那里呢？好吗？我们现在看，我们来翻这样子的牌好了。是啦，哦，他哦，是啦，这里就是啦，你要去一种跟他比较
同等的、平等的、同样的角度、同样的价值观的角度哈，也你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说？因为连你是追求者，你是暗恋他的，你都不是同一个平等的位置，所以他的意思说你要跟他站在一个朋友，就是普通朋友的角度，一般他生活里一般的角色去帮助他，去问问他什么，因为这边又怕出现一些问题哈。就像我刚说，他有点好高骛远，他有点刚愎自用，而且他想要的东西有点太多，他没有办法整理。现在你可能会更明白这件事，你可能会是一个更旁观者、更客观的角度，你能看到更多的事实。而且这里也有一个契机啦，现阶段你们的关系可能还是只能先从朋友开始，然后你再去增加你在他的生命中的存在感，可能以后才会比较有机会。你对他的喜欢或什么，你可以先放在心里，先放着。先不要为了去跟他在一起去做任何事情，而是你可以先去为了去帮助他，让他更好的这个角度去接近他，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会有更好的契机会发生。好，开始有一些希望的牌了。当我这个意念共在这个表达交叉出来的时候，牌面就转向了。牌面转向说，没错，我们要这样子做，才可以从头开始这份关系，才可以从头开始燃起你们两个的想法，然后你心中抱的那一个期望哈，你的愿景，需要跟他在一起，那个都还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对我们已经开始走到对的路上了。所以牌面上确实是要说，你先把你对他的暗恋或各方面的心意哦，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要跟他在一起，这个想法先放下。现在可以比较像是去协助他，让他变得更好的人，或是让他想做这件事情能够更有成果的方式去接近他，去帮忙他，这才是更好的关系的发展哦。牌面上的暗示是这样哈。你的自我可能要再放小一点，目前啦，如果你的专注力是在他身上的话，对啊，星星牌跑出来一次哦。好，而且啊，其实你开始在帮助他，开始太自愿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更多的难题，反而你的心态会比较转，你心态会转的变成是说，啊，其实他还蛮可怜的，他还蛮辛苦的。哦，不一定是可怜啊，你会开始知道说他还蛮辛苦的，而不会把专注力都只专注在说为什么他不喜欢你这种比较太单纯的想法。其实他有背后还有更多复杂的事情。你们的关系会因为你开始接近他，跟他可能对他有一些帮助什么，你们关系会变得比较会更亲密，会更好。他对你的存在感、跟对你的价值、跟对你的需求性，可能也会开始慢慢的提升哦，是有这个可能啦。但是能量还是算蛮低的，他还是比较注重在他现在要花很多心思、更多压力去面对他现在要做的挑战。譬如说，他想要升职，他需要去跟很多员工，或者他想要更好的业绩；他想考试，他想要去别的地方念书，他需要念更辛苦的书或什么的。他现在可能需要创作或什么，他想要做什么事情，他想要做什么很大的案子，可他现在能力不足，他需要更多人的协助或什么。反正他有很多这种在内心的一个搏斗在啦。那如果你能够当他另外一个倾听的人，或是协助他的话，你们关系会变得更好哦，而且你也真的能够帮助他哦。他现在很需要你的帮忙，或者需要别人的帮忙是没错的。好，我再看看。好，process。好，当我们开始想法都往那边走的时候，牌面的意念又开始往一个更深层的地方走了哦。就是你要有耐心哦，你要比他更平静，你要比他更稳定，你要慢慢的去探索他，因为我们看牌面上翻出来一些他内在的一些挣扎跟痛苦，或是他有点欲望，或者他的缺点，比如说好高骛远啊、能力不足这些，他可能自己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所以你看牌的时候，也许已经翻出来了哈，所以你有这个概念了，你不要去挖，你就慢慢接近他，你就被动的让他告诉你，让你再慢慢的去安抚他，或者慢慢给他一些资源或鼓励，你们的关系才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好。因为你看那个圣杯四又跑出来了哦，因为他这个人现在还处于一个比较难以接受很多意见的状态了，所以你必须要很有耐心的慢慢的去倾听，让他慢慢的跟你讲。他这个人的某些心防很难打破了，尤其情感面的，他可能也不擅长，因为到现在哦，每一次翻牌翻他的部分的时候都没有
特别有在讲情感的东西，有点感觉像是情感面的已经被他完全拒绝、完全封锁住了。他很少在想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他太想成功某些事情，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做到，是他一直都没有做到，所以他现在很困扰。所以他情感面的能量真的水能量那些东西都太少了哦。所以这2张牌是给你的啦，就是你要提醒你啦。他的内在世界跟他的心很难去挖掘，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它是属于一种封闭的，很封闭的、很深的、很听不见的，有足高墙的一个状态。你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慢慢接近到他这个内在的部分啊。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这个人的话，你要多花很多心思就对了哈。这牌就是这样。好，我想这就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哈。好，今天3号牌的朋友就大致讲到这里哈，因为整个情况应该就是这样子，也没有。好，总之呢，小朋友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给你的暗示了哈。虽然他这个情况跟你一开始预想的没有那么预期啦，但是我们还是有些一些方法，能够让你们拉近一些关系，跟找到一些契机哈。希望你愿意的话，希望你能够试着去做，但不要太努力去做。为什么这么说？你试着去做，慢慢的一步一步看。你要慢慢发现他是不是你真的很想追求的，再继续做下去。如果发现真的差很多，跟你预期不一样的话，其实你要有舍得放下的能耐哦。我这边需要给你的提醒是这样：不要执迷。你发现你开始执迷了，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给你制造很多困境的时候。不要太认为说你只要做很多事情就很感动，什么孝感动天这类型的概念不要太这样子。就有些现实我们要马上去接受，这比较重要哦。因为人生的时间大家都是给很公平的，你要马上转向或什么自己的快乐，自己的时间要多花在快乐、为自己快乐的事情上面比较好哦。因为你的魅力、你的各方面的话，你还会有办法吸引到别的人。我们最好花时间给那些能够接收到这些的人身上。你别担心，你还会喜欢别人的啦。就这样哦，那选择3号牌，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象征人的诠释。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然后谢谢你来听。